一场最新进行的解放军实兵对抗中，再现了经典的巅峰轻步兵战术，在实际战果上更是堪称惊人。来看看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解放军的轻步兵战术曾经一度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存在，这一情况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在朝鲜迎击联合国军的侵略时达到顶峰，堪称是人类战争史上轻步兵战术的极致演绎，让世界见识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来定义轻步兵之王，更是让气焰嚣张、跋扈一时的美军5星上将，号称日本太上皇的麦克阿瑟留下了那句经典的谁想和志愿军在地面上决一胜负，那就是找死的名言。时至今日，全球整体格局处在一个大和平的背景之下，解放军也是多年以来未有过实战，更无谈大规模的真刀真枪与敌人拉开架势干仗。也正因为如此，开始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解放军现在的步兵战术不太行了，比起整天在中东啃沙子打治安战的美军，单兵作战能力和实战经验都欠缺太多。但也就是在近日，从解放军实兵对抗演练场上新传来的一则消息，则彻底打破了这样的谣言。一个班歼灭一个连，一营打跑半个旅的堪称讲故事般惊人战力又得到了真实再现。早些年间为广大军迷所津津乐道的跨越朱日和军演，现如今已经相继演变发展出了很多的跨越系列实兵对抗演习，成为锤炼解放军一线部队战力、检验训练成果和新装备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解放军西部战区官方号西南雄狮号官宣消息，在日前举行的一场跨越系列实兵对抗演练中，扮演防守方蓝军的我军参演部队是一支轻型合成化的两不怕山地旅，下辖战力彪炳的王牌部队老虎营。扮演进攻方的红军这边则是一支重装集结、技术兵器实力远不在同一个档次上的中型合成旅，各种轮式突击炮和自行火箭炮、迫流炮那是管够供应。轻装山地旅对抗一个齐装满编的中型合成旅，虎哥说句实话，这样的对局恐怕大伙一看都会有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第一想法，这铁定是一边倒的战局。毕竟交战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然而后续实兵对抗的结果却大大超出了常理的预料。从西南雄狮号发布的官宣消息来看，处在防守状态下的蓝军两不怕山地旅，先是借助地形和预设阵地优势，巧妙利用旅属炮兵的掩护，将红军中型合成旅的进攻锋芒死死迟滞在阵地前，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有效快速突破，更无谈跨越纵深半步。实兵对抗战斗很快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红军中型合成旅在第一波进攻受阻之后，很快调整战术，开始集中优势技术兵器发挥火力优势，瞄准蓝军防御阵地一点狠命强攻。中型合成旅和轻装山地旅的火力配置到底不在一个层级上，蓝军这边很快出现了防御不支的情况，被红军突破了阵地，但紧随其后却又很快通过预备队顶上发动反突击的方式把阵地又给夺了回来。刚攻入阵地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的红军被赶了出去，但很快就能凭借机械化优势快速重整兵力杀回来。阵地控制权就这样不断争夺，反复易手。真正有所突破的情况是红军以80余辆战车被毁、超过900人阵亡的代价，终于攻入了阵地并站稳了脚跟，击退了蓝军意图夺回阵地的预备队，并准备向纵深继续发起突击之时，阵地的两翼突然出现了蓝军的另一股生力军，沿着红军防御线的薄弱地带发起猛攻。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蓝军精锐老虎营在这场阵地反击战中表现出色，出现了以一个班的兵力硬汉红军一个机械化连队、数百步兵外加30余辆装甲战斗车辆的堪称惊人战力。老虎营班长王应胜指挥部队掐头去尾吃中间，先干掉了红军装甲队列的头车和尾车，然后集中班组反装甲火力，
照着被残骸卡住、进退不得的红军装甲队列中部车辆一阵猛轰，最终的战果便是红军这个机械化连队被判定全军覆没，而老虎营在此次阵地反击战中也是大获全胜，取得了一个山地轻装步兵营打跑了红军半个中型合成旅，将其彻底击退赶出阵地的傲人战绩。在这里虎哥得说一句，像这样的经典步兵战例实际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先烈们就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用类似的战术战法取得过一次又一次胜利，像是掐头去尾吃中间，放过坦克打步兵，吃完步兵再打坦克，设置假阵地迷惑敌人等战术，那可都是当年对付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屡试不爽的经典，打得美军是抱头鼠窜，狼狈不堪，直呼志愿军不可战胜。在结合了现如今新时代背景下的高科技装备和全新战法之后，解放军的步兵战术正在变得比过去以往更加强大。所谓解放军步兵战术退化的谣言，实际上也就不攻自破。